哎，小伙伴们，大家好，大家好！终于来到了2025大阪马拉松的复盘视频。这期咱们在室内，一会儿还会有数据的分享。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了，从成绩上来看，对不对？这次比赛穿了一身新的配色的菲比特的衣服，上衣是这件风动2.0的竞速的背心儿，看这配色还是挺好看的。之后裤子是这条，这是个新品，我第一次拿到的3.0的袋鼠裤。这裤子挺不错的，就是这裤子比之前的版本要薄一些，更适合竞速参赛。同时呢，它这个两边这个侧兜我觉得特别好，两边有侧兜的裤子在比赛中特别的方便，就在这儿拿能量胶和放垃圾。像比赛中这个侧兜一边，我这边装了2个能量胶，然后这边装了1个能量胶，之后呢，前边的这个兜装了1个能量胶，臂套里还装了1个能量胶，然后我是先吃了这边2个的能量胶里的其中1个，然后这边还有2个，对不对？然后之后呢，我又吃了前兜里的1个，然后呢，吃了臂套里的1个，最后吃了两边剩下的2个，因为我发现这两边搁能量胶，我搁的还是那个麦胜那个大的黑的那个，基本上完全没有感觉，也不影响跑步，也没有抖动。然后同时呢，这种袋鼠裤这种兜，你看它的前后都是这种兜，这是后面，你看后面这兜大，前面这个兜呢稍微的小一些，但是也能横着放下一条能量胶。我同时放了能量胶，还放了一个那个 Go3S 的摄像头。比赛中这个拉锁这个，我觉得就用处不大，因为不太可能放拉锁里边的东西了。平常训练中这个贵重的东西放在这拉锁里比较安全。就这种袋鼠裤，我是觉得更适合比赛，就是这种兜更适合比赛，或者是说您放一个特大的东西，就肯定不会丢的东西。但是这个在比赛中，或者说在强度训练中有巨大的优势，就是我拿的时候特别好拿，就是我跑的时候我就这样就拿了。然后包括我这个拿能量胶都可以，拿能量胶拿侧边兜里的东西是可以不看的，然后拿前边兜里的东西是可以，就是一看也就能看清楚的，你不需要像那种就一圈的腰包裤的时候你伸进手去。同时呢，我现在带那个2代的 POD 高驰，它要别在后腰上，像如果比赛用那种一圈的腰包裤的话，那它那个夹子这么一加上以后，会占用这儿的空间，然后那东西到这儿就顶住了，这也是我的一个经验。所以我觉得这种反而是相对方便的。这条裤子我挺喜欢的。如果今年夏季他们能出一款更薄一点的，我也跟菲比特小伙伴们说了，我说可以再薄一点，再薄一点就更适合秋季那种就还稍微有点热的比赛。这件上衣相对的面料，我觉得更柔和了一些，就更柔和、更轻盈了一些。而且它上面这个洞别号码布也挺方便的。我对上衣的就是需求和要求其实没有太高，因为我觉得任何的面料在不同的人身上都可能造成不同的摩擦，所以就踏踏实实贴好胸贴就行了，就不要把赌注放在一件衣服上。另外就是这次比赛气温非常低，我的经验是，就是这种风洞背心儿其实不会说因为这个你就冷多少，或者说你穿一个长袖厚的就能暖多少，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跑步的时候的冷集中在末端和脖子。我这次其实是挣扎过的，心里要不要戴一个脖套，后来我放弃了，我怕喝水弄上去就很难受。但是呢，我还是戴了臂套，而且戴的是厚的臂套，这个 Nike 这个 Breaking Two 的。就我说的厚臂套就是这种，就跟毛线似的这种，不是那种薄的。之后这次我引入了新的装备，是一副腿套，这是单支的。像这种就是我说的那种薄的，有这种臂套的，就这种东西，这个叫薄的。然后这个呢是买了一个这边的品牌的，这一副挺便宜的，100块钱吧。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如果您像我一样平常没有用这种东西的经历和经验的话，要让它御寒，一定买压缩感越小的越好。
因为我原来有过经验，就是原来有过一双忘了哪个博览会送的腿套，那压缩感特别强。我戴上它以后跑步，我就觉得小腿特容易僵硬。这是每个人可能感觉不一样，可能有的人喜欢。如果您习惯了，你就用您习惯的；如果从来没穿过，就相信我，买压缩感越小的越好，然后越薄的越好。这个御寒的效果还是挺好的，幸亏带了一个这个。然后最后我们说说鞋，来看，这次又是它，必麦的惊叹3 Turbo。这是一双新的，是春节回北京的时候，我有2双了，这是一双新的，不是那个跑半马那一双了。当然你说差那一点吗？不差那一点，只不过这次是我的目标赛事，既然能做的更多，就做的更多，这是我的经验。这双鞋怎么说呢？全马3个半小时以内，或者再多点说3个小时45以内的小伙伴，真的可以随便买。699的价格，就这个质量的碳板鞋，就这个性能的碳板鞋，就目前我11年的跑步生涯中从未见过。这双鞋轻，然后弹有劲儿，就穿上它这个地方落地就能感觉到那种，你们看我比赛那个慢镜头，你就能感觉到那种每一步都有愉悦感。我真的不是说因为闭麦送我这个鞋，就是他从惊叹2就送我鞋，惊叹2，然后惊叹 Fly Mix 2.0，还有这个，还有好多帽子、衣服。但是就是它，我觉得对我来说，因为不是那2双鞋不好，就不同的段位、不同的能力的定位。这双鞋是我从开始穿碳板到现在，除了第一代4%有那种感觉起飞的感觉以外，就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对，我觉得是最好的。可能这些年能惊艳我的鞋的，第一是第一代的4%，第二是第一代的那个 Vaporfly。绿色那款首发款，第3就是它，其他的像阿尔法 Fly 啊，阿迪的 Pro 4啊，上脚都没有它惊艳。而之前说的4%咱们就不提了，一代的 Vaporfly 也已经过时，那代鞋的也是有诟病的，就是它包裹不好或者怎么样。但是这双鞋真的是轻有劲儿，这单只100，就我这405的160-170克，就现在拿在手里根本就觉得没有感觉，每次说它都感觉停不下来。然后就是帽子，帽子其实不是必须的，我是因为要拍摄所以才戴帽子。如果不下雨不下雪，天气不太热，您戴不戴都行。如果为了御寒怕风吹的话可以戴，或者是容易出汗的温度，帽子是有前沿的帽子是很容易解决出汗问题，就是汗不太容易顺着脸往下流。不信您试试，像我拍摄有经验，在出汗的季节，如果反过来拍摄的时候，这汗就从那儿下来了。这样的时候是不会，它会被吸收。同时，如果是雨天、雪天，这有前沿的帽子是特别有用的，它能让你雨跟雪打不到你的眼睛。虽然那打到眼睛也不能让你降速，但是影响你的心情状态和发挥。所以帽子看个人喜好，袜子就随便穿了一个普通的5指袜，但是我挑了一双新的。就袜子选一双新的有一个好处，并不是因为它能厚那一点，是因为它那脚底板那儿啊没有被磨得那么光滑，就是它摩擦力还大，这时候就会相对安全一点，不容易磨出水泡。我们先来看看数据，我会把数据放在屏幕上。这个图表里我开启了配速、心率、触地时间和步幅。我是摁完表以后，手表写的是23840，目前组委会的成绩也是23840。但是这边的比赛，就像我现在贴出来这个成绩证书一样，这成绩证书现在是个临时证书。你看到上面只有自己的成绩，没有分段，没有排名，是因为这边的比赛它要有比较，就这种大比赛会有比较严格的制度，就是它会给选手有申诉的时间，比方说芯片掉啦，或者计时毯出了问题啊等等，应该要到3月4号还会出，这些在赛会的官方网站都能够看到具体的时间。然后比赛的照片也是在赛会的官方网站都能看到，赛前您领的那堆东西里也会有说明。那我们就来看，整个的比赛应该只有一个地方是 GPS 出了问题，我们看一下地图，给大家说一下是哪儿。是这个地方，7到8公里之间这一段。这一段应该是一直沿着河边的这条路，大家应该能
基本看清这有一条路，但是呢，整个的 GPS 都偏了。这边呢，是因为两边都是高楼，然后也联系过了高驰的小伙伴，高驰的小伙伴说他们看到了原始数据，因为我授权他们看到了这个原始数据，去年跟今年手表的信号强度都是一致的，说有可能是偶发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还在调查中，应该不是个大问题，因为这段路我也经常来跑，就这一次出了点小问题，导致我在8公里这个点，你们看8公里这个点，导致我在8公里这个点收到手表的提醒1公里的时候，我心里一凉，我一看3分27，我就知道飘了。真正的8公里的点是在差不多在这儿，在这快拐弯之前这儿，咱们探路的时候拍过。然后我们看数据，平均的配速是3分44。我印象中我在32公里的时候，当时的累计的平均配速还是3分42或者是3分43。平均心率这次非常低，这次是172，对我来说马拉松的平均配速172很低了，我一般的马拉松的平均配速可能要174或者175。由于7、8公里呢出了一点小问题，所以最快1公里的数据不准确了，3分25。平均步频211，累计爬升93米，累计下降109米。等强配速3分42，训练重点是节奏，运动表现是出色。然后我的区间数据，绝大部分落在了有氧动力区，因为我大阪的半程马拉松跑完之后，我高驰的个人的能力那儿有了变化，我的跑力和我的 LTR 都有了变化，所以分区也跟着变了。我的大部分都落在了有氧动力区，有1小时39分23秒的时间都在有氧动力区，就是有氧的上限吧，差不多我这么理解。然后最后有50多分钟在乳酸域的区域，这也比较符合科学的依据，就是人在乳酸这个范围内的时候，就 LT2 上下的时候，差不多坚持1个小时就很疲劳了。几乎没有冲刺区，一点点，速度耐区也一点点。第一个5公里平均配速是3分43，第二5公里3分40，但是第二5公里因为有那一点点的意外，所以可能要差10秒，也就是说第二5公里可能是3分42，第三个3分42，第四个3分43，第5个3分42，第6个3分44，第7个3分46，第8个3分50，其实没有第9个，第9个是最后那2公里多，3分45。然后平均心率呢，从第2个开始进入到了稳定的平均心率，然后稳步的上升，然后平均的步频一直都没变，211，只有这一点点是212，但是在这个数量级下可以忽略。所以这次的比赛我跑的挺稳的，真的挺稳的。我们再看一下10公里的平均配速就会更直观。第一个10公里3分41，第二个3分42，第三个3分43，第四个3分48，最后3分45。就是我最慢的一个10公里，整体的平均配速也在我的目标的平均配速附近，比我目标的平均配速慢1秒。我的目标成绩2小时40，平均配速对应3分47。但是其实有一个经验是在任何的比赛中，用理论的平均配速都不现实，你至少要快1到2秒。因为这么想，如果一个全程马拉松你快1秒，快1秒的话差不多就是42秒，快1秒多的话就是1分钟。1分钟是什么概念？比方说，假设您是5分配速跑1公里，那1分钟的话就是1/5公里，就是200米。也就是说，您如果这场比赛多跑了200米，那你就要比你的目标配速快1秒多才行。如果你多跑了400米，就得快将近3秒才行，对吧？对于我来说呢，我的目标配速是3分47，如果我快1秒的话，那就是说3分46，那差42秒，42秒对我来说差不多就是1/5，对吧？差不多45，200秒的话是3分20，差不多就是不到200米，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我最后跑了42.54公里。虽然这里边有手表飘的一部分，但是你在现场你实时看到的手表上的数据是包含飘的这一部分的。我说清楚我的意思了。所以当时我在手表上看到累计的平均配速是3分44，我大概在41公里的时候一看是3分44的时候，我觉得没问题了，因为比我的目标的配速快3秒，快3秒呢，整场比赛下来就是2分钟。2分钟的话，差不多就至少是半公里以上了，至少，因为4分配2分钟就是500米，对吧？我当时估算我要多300米，那就肯定够了。这就是赛场上的一些运算的小经验。OK， 那我们看这个，大概看一下这个折线图。基本上就是一直是在匀速输出，到最后的时候呢，稍微掉了一点，到最后掉一点是为什么？一会儿再跟大家说。但是你们看我的，大家可以注意看我的步幅跟步频，还有出地时间。从一开始基本上出地时间就是170上下毫秒，然后步幅呢1.2米几、1.3米几左右，到最后的时候呢，步幅下降了，看到没？步幅没有上到1.3米的时候了，其他的都没有变，所以整体的配速有下降。然后最后冲刺的时候呢，你看步幅又上来了，又到了1.3米几，整体的平均步幅不到1.3米。这一场比赛。好，数据的部分结束，那我们就跟大家复盘。首先，赛前的训练，基本上我们以这一年为维度来说，因为从去年的大阪马拉松是我的上一次 PB 2小时41分58秒，到这一次的大阪马拉松2小时38分40秒，快了3分多钟全马，一年快了3分多钟，而且是在2小时40上下的3分钟，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就像年初的半马一样，是很难想象的。一年的时间，因为我去年的比赛也拼尽全力了，去年是2月25号，今年是2月24号，几乎就是整整一年。所以2场拼尽全力的比赛差3分多钟，确实是出乎我的意料，但是呢，其实也在意料之中。为什么？因为年初的大阪半马我跑到了114开头，就是74分钟开头，我觉得我可以了。我当时是没有想到能跑到那个成绩的，但是真的跑出来以后，我觉得我可以了。我觉得当时心里想的是，这次全马可能弄不好，没准237了，甚至还想过没准236了呢。所以这一年的训练，我现在反思，关键点在哪儿？首先，我们排除跑量。就对我来说排除跑量，因为我这一年的跑量没有变化，甚至就像前2周我的会员视频在说跑量，说我没有21年、22年那10几个月每月500公里，没有，我这一年的跑量大多数时候是落在了将近500出头，然后有2个月，冬天1个月、夏天1个月都在600以上，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你说平常的跑步的平均配速呢，也没有。因为跟以前比，我现在的平均配速比那个时候可低多了。我以前在北京训练的时候，大家看我节目早的观众应该都能知道，那时候我就屏幕上就有数据，那时候基本上都是4分多，4分30、4分40，可能有时候4分20多，每天如此。但是现在呢，绝大多数时候没有课表的时候都是4分50以外，甚至在去年夏天的时候都是5分以外。差不多就是这样，这就是这一年我的训练。所以排除这2项，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就像前面我在会员视频里跟大家分享过的一样，不是会员的小伙伴们，咱们就在这儿说，就是极化。对我这个成绩来说，或者说我这么说，对进了3小时的小伙伴来说，极化训练是提高的关键，我从中受益。成绩越好的人，转变成这种训练会越明显。我其实跟大家分享过，在夏天的时候我还说，我说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双阈值啊？不是夏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在高驰测试回来之后，我其实也没有改变，还是现在这样，就是这一年。而这一年的极化训练，其实最关键的，我认为并不是每周3早晨的那个强度课，因为那个强度课其实是帮你奠定一个速度感。
因为那个课的强度对我来说不是非常大，因为它整个的量小，我们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快跑的距离也就是6公里，累计加起来对我来说不长的。但是呢，在那个课上的时候呢，我能突破一些绝对速度，突破绝对速度对信心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这一年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周6早晨的我们非官方的早训练，就是平田先生的早训练。我们有时候会跑20公里，夏天的时候跑15公里，冬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跑30公里，都是有配速要求的，没有慢跑。基本上夏天的时候可能是4分多，然后秋冬的时候都是4分或者3分50，然后最后的那个大冲刺，因为我们那个路线是2.5公里去2.5公里回，一个折返5公里，所以基本上都在最后一个2.5公里的时候开始冲刺了。那冲刺的时候，无论是田宫先生还是田中先生还是水泽先生，还是反正总会有小伙伴在一起拉，在一起顶，就导致几乎就是好天气时候的每个周6都经历这么一场，几乎是比马拉松配速稍微慢一点的匀速的17.5公里，或者是27.5公里，再加一个2.5公里的全力冲刺。而那个冲刺我基本上，如果是跑30公里的总距离，我能冲到3分40左右；如果是20公里的，我能冲到3分20左右。那个完了以后酣畅淋漓，就这种训练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这是我的体感分析。所以这一年下来，我觉得就是积累的量到了，而不是这一年我真的做了什么。因为我跟大家开始这样训练是大约已经有1年零8个月，开始周6早晨的早训练差不多是1年，差不多从去年的大阪马拉松之前，我开始加入大家的周6的早训练，然后到现在。所以我觉得周6的这个早训练是很关键的，因为这是唯一我以前缺少的。我以前自己很少有这种动力去跑这种课，就是我以前跑比方30个1分钟快慢或者这种间歇课，它终归是一个变速或者间歇，而不是这种真的是有点模拟比赛的感觉，而且是晨跑。晨跑的话，你的身体状态还不好，所以我们跑4分配或者3分55的时候，其实和比赛中跑3分45的时候差不多，就整个的体感上。另一个事儿是去年底在高驰测的阈值，还有对这件事情的探讨和学习给了我巨大的信心和帮助。因为我之前在实验室虽然测过最大摄氧量，但是最大摄氧量其实它是个物理的指标，就是它是你摄氧的能力，而这个东西呢离你的马拉松成绩有点远，就是它不那么直接关系。这就像有人说，你说你这项目离钱有点远，就是个好东西有用，但是离你的离指标有点远，带引号的远，就是它不能直接反映你的能力。你知道一个人最大摄氧量，你也不知道他马拉松能跑多快，因为游泳也能提升最大摄氧量，它是一个心肺指标。而马拉松其实不是个心肺运动，马拉松在大多数时候不是，因为绝大多数人跑不动的时候都是腿先没劲儿，不是喘不上气来的。腿先没劲儿其实和你有氧的供能能力的关系真的没有那么大。这是插这么一句。那个时候去测试，高驰的测试包括手表给我的 LTR 还是3分32左右，然后这次经历了大阪半马以后，我的 LTR 被测得是3分27，我的信心就巨大。我觉得第一这个测试当时的这个测试和他给我的这些推论和预测完美的验证了我的成绩，被我的成绩验证。然后呢，我的半马提升以后，既然之前那个成绩和那个指标是对应的，那我这次半马跑完以后，经过了一个冬训，我跑了这个半马，然后我的数值更新了，那我就相信确实我的能力更新了。因为这个 LTR 在我的高驰这个账号里，在这次半马之前几乎很久没有动过了。
所以就是我相信了这个，并且这个东西给了我信心。同时，为什么我相信它？是因为这个东西才是真正你的运动表现，就是你的有氧的线在哪儿，你的阈值的线在哪儿，这些是根据你的跑步测出来的。一方面，在高驰的实验室通过氧气的代谢，它测得一个值；另外一方面，通过我长年累月用这个手表、这个账号去跑步，它根据我的心率、配速和训练的状态，然后给我通过统计学测出一个，而这些要比最大摄氧量反推要准。因为我到现在仍然坚持，绝大多数的运动平台给你估算的最大摄氧量和其实实际上你真的有那个是有很大差距的。这就是我的2个信心的来源和我觉得这一年对我帮助最大的训练。而恰恰你们这么再倒着推，周六早晨的这种长距离加最后顶一下，恰恰是在练阈值、练 LT2、练 LT2、练 LT2，所以你看它就都连起来了。虽然说马拉松是个有氧运动，大家说啊，我的LT1 要越高就越好，没错的， LT1 越高越好。 LT1 是你的决定你的下限，然后但是 LT2 决定你的上限，这是我不成熟的观点。而我现在是在摸我上限的过程，而不是在保我下限的过程。所以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训练，像初跑者的小伙伴们其实初跑者很特殊的，初跑者既不需要练 LT1 也不需要练 LT2， 而他需要混合练。就是一开始你说练 LT1 怎么练？超长距离的有氧耐力，但是您这个初跑者说别说让您跑30公里，10公里估计跑完就累得够呛了，所以你还没练到那儿呢。然后呢 LT2 呢要很顶的这种训练，你就顶不起来。所以我才说初跑者就每次跑快一点，坚持下来，尽可能的跑快，尽可能的拉长，它是一个混合练。而过了这个阶段，那下个阶段就是打基础，那就是 LT1 多跑有氧，多拉长单次训练的距离。但拉长单次训练的距离非常非常非常的有用，就是让你的肌肉能够习惯。我们现在要进入下一个话题，就是我对马拉松的理解，通过这场比赛和之前比赛的回忆。就是马拉松其实是一个想办法让你的肌肉输出到最后一刻的运动。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在马拉松赛场上几乎没有因为心肺停下的，都是因为没劲儿了停下的，就是崩了，腿没劲儿了，对不对？这个是常见的一点。那在您跑崩的时候，其实你并不是没劲儿了，而是你没有劲儿让你有劲儿了。这个有点绕，就是你没有力量让你再继续用力了，但是其实你的肌肉还是那样的。这就是我的观点，就是为什么这次我比赛完了以后觉得特别累呢？并不是因为强度有多大，就瞬时强度有多大，而是我到最后也没有降低强度，而是让肌肉在这个强度下坚持过了42公里195米。所以说单次训练的长度越长，你的这个能力就越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它其实就是培养一个肌肉的记忆和肌肉的习惯。像你习惯这个距离了，比方说像我平常的训练都是21公里，那我不可能在16、7公里就肌肉不适抽筋儿，对吧？那如果您的平常的训练距离只有10公里，那在16、7公里您抽筋儿的概率要比我大得多，并不是因为说您真的就从整体的能力上来说比我差，是因为您的肌肉没有那个习惯和记忆。所以总结前半段就是极化训练、单次训练的长度，还有对 LT2 的冲击，给了我这次的这个成绩。然后咱们说说比赛的过程中的一些小的，我觉得想跟大家说的点吧。首先，这次比赛我尽力了吗？这次比赛我其实没有拼尽全力。你们看到我冲刺的时候还挺有精神的，对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是因为这场比赛其实我后1/3跑得非常保守。那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比赛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首先是起跑，这次起跑我定了一个规划，就是我一定要冲出去。
一定不能跟去年一样，那就不能太客气，但是又不要给别人造成困扰。所以我一开始站的比较靠边，就我观察这边的比赛，就是基本上在最右侧有很多往前超的，我就抓住一个跟，抓住一个跟，抓住一个跟，超过。这就跟堵车一样，我前面其实没有多少人，前面可能几百人，200-300人，但是呢，你每超过20个人，你的速度就会快很多，你前面就会空旷很多。所以前500米我超出去，我冲出去，很关键，很关键，很关键。我第一个拐弯过去，大概几百米的时候就已经到了目标配速。后面虽然还有一点点影响，就是因为左右要超人，可能有些不稳定，但是在1公里多一点点的时候已经很稳了。所以这是上来就很稳，而且今年上来状态非常好，身体状态非常好。我记得去年一上来，我觉得身体当时的压力比较大，我跑到3分50的配速的时候，觉得体感就有压力。但是呢，今年起跑的时候，我当时看手表3分40多，感觉还很轻松。所以这时候我就觉得今年有戏。然后跑上玉堂金的时候，就碰到了水泽先生和田中先生的时候，我跟了一段。坦白说，那时候是想一直这么跑下去的。但是呢，我发现跑到10公里左右的时候，田中先生太保守了，因为他可能全马跑的不多。这个回头咱们再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他跑的太保守了。我有时候一度一看表，配速在快到3分50了，我说不行，然后我就借了一个机会，我就超过了他俩，还是在3分40出头去跑。因为我的规划是半程要在1小时18开头，这样的话我后边才有机会和余量。所以照这个目标制定的话，那个时候不能太慢。差不多到半程的时候，其实实际的成绩比我想象的慢了半分钟。我的理想的到半马时候的成绩大概是18分多一点点，但是呢，我真正到赛会那个半马那个线的时候，已经是18分末了。我当时心里稍微有点慌，因为我觉得我前半程跑得挺快的，而且当时的体感挺好的。我说这是为什么？慌了一下。但是后来呢，我就调整一下，开始加速。你们看到在半马的时候，那位就后来跟了我大概一段的那位女性选手，叫卢雅晶，对吧？那个时候她在一个方阵在我前面挺远的地方的。然后过了半程，大概在23、24公里，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我看到那个方阵一直在我前面。但是呢，我突然发现他们开始变慢，或者是我开始又找到了一些状态开始变快。可能这2件事是同时发生的，所以我没有几步就追上了他们，然后后来超越了他们，在前面领。在前面领的时候，那个方阵的那些男选手在那个折返，就是20多公里那个折返的时候，我看看是20几公里啊，在24到25公里那个折返的时候，那几位男选手就都开始掉下去了，只有2位保持住了。后来整个那个折返回来那一条路，到折返完拐弯，就是到了28公里之前，都是我们4个人，就是前面有2位男士，然后我后边是那位女士一直顶。那个时候他的就是呼吸声音就很极限了，我听着就有点就是有点不行，我就还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我也别回头跟人说话，但是呢我希望他能顶住，所以我也就保持匀速，我就跟着前面那2位先生，这样他能看出来说我们是一个小队。到拐过弯28公里的时候，他先掉了，没有掉太多，掉了10米。然后呢，我呢从兜里拿能量胶，然后呢前面那2位先生有点加速，我就没跟着加，就是正好就一位女士喊博哥加油。我在视频里发的时候，就是在那儿有观众看出来了，我正掏兜呢，然后那时候一掏兜可能掉了2-3秒，然后我也就没再跟前面那2位先生。但是有一个小插曲，30公里的时候，就是29到30公里那个拐弯，家属拍到我，就第2个折返，最后一个折返开始的时候，那个拐弯拐过去以后，我就不太好，因为我知道他在那拐弯那儿，所以那弯拐的呢有点使劲，跑得有点快。拐完那个弯以后，我的右腿的小腿突然开始不舒服。我说：“哎呦，坏了，怎么回事？是不是拐弯的时候没拐好，有点轻微的问题，或者说用力偏差有点大？”
就那2公里将近，右腿的小腿有点不舒服。但是呢，那个折返回来到了31公里的时候，没事了，就缓过来了。可能就是这种拐弯的时候，你内侧腿的压力比较大，然后当时肌肉疲劳了。我还想，如果要在这儿掉，当时想的是，如果在这儿掉，可能没机会了，因为我半马的时候好像没有想象那么快。之后上坡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没事了。上到坡顶的时候，10公里 to go， 就还有10公里，因为那个32公里在坡的一半的地方，正好到坡的最顶端那个大十字路口，上本町那个大十字路口，写了一个10公里。那个时候我一看手表2个小时0几秒，我说稳了，因为还有40分钟跑10公里呢，那就4分配就下来了。4分配当时对我来说还很慢呢。然后之后就很波澜不惊了。最后的几公里我就很保守，就像一开始说是这场比赛其实我并不激进，我最后的那10公里完全没敢加速，就是正常匀速。最后那几公里从32公里开始，3分46、3分54、3分54是有大坡那1公里，过了大坡以后就是3分44、3分43、3分49、3分52、3分51、3分50、3分48、3分50、3分44、3分37，所以其实也不慢，只是比我当时的能力要慢。就是我只要快，我是能保持在大概一直在3分48、3分47，但是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这场比赛的目标不一样。包括水泽先生在40公里超过我的时候，我也没有追，因为最后其实我俩就差20米。我当时给自己身体的判断是我是可以加速的。我为什么没加？是因为我这次一定要稳，一定要稳，一定要稳。我的目标是240，我的目标不是一个我的极限的好成绩，因为现在跟我以前参赛的感觉不一样了。我现在觉得我这个成绩还能再提高的，因为其实说白了就是去年底高驰这次测试和对 LT、LT2 的了解、学习和反推我的成绩，给了我巨大的理论的信心，这是真心的。所以最后我这10公里特别稳，最后我也没加速，下坡也没加速，上坡也没加速，很有余力的完成了比赛，也没有去太往前。包括最后冲刺的时候，有一位女选手，家属拍到我的时候就41.8的时候，我俩还并排，最后冲刺的女选手超过我了好多。其实当时我心里想，我说要不要追？后来想还是不要追了，因为其实小腿抽筋没事儿，万一或者受伤其实都没事儿，就怕大腿抽筋，万一大腿不经意间一抽筋，你要停下来1分钟就没戏了。所以当时心里是忐忑、激动，再加上害怕的。下一个咱们说说赛道上的补给，首先是起跑前10分钟一个普通的能量胶和半管那个麦盛的电解质浓缩液，就是长的大的那个黑的那这么长，那一管吃下去有点多，我吃了半管上来就给扔了。一个普通的能量胶就是没有咖啡因的，和半管电解质的浓缩液。电解质浓缩液不是必须的，但是因为我的早餐吃的没有太多的盐。至于早餐这个视频里拍了，就不跟大家复盘了，就是提前3个小时，最近提前3个小时吃完最后一口饭，我是提前3个半小时。那天吃完那2片吐司以后，又吃了2片，等于一共吃了4片，吃了4片吐司，大概有加上酱什么的，大概有800到900千卡的热量，很多了对早饭来说。赛前一个能量胶，然后半包那个电解质的浓缩液，如果没有浓缩液，就是一个盐丸就好了。然后起跑之后认真贯彻8公里一个胶，我是8公里，然后第二个呢我是15公里吃的，一会儿说为什么。8和15吃的都是普通的，没有咖啡因的。然后23公里吃了一个有咖啡因的，就是那天你们本田翻上个周日观赛男女混合接力那天在长居公园的体育用品店买的，吃了一个那个23公里多一点吃的。然后之后这次我比平常多带了一个，我多带了一个那个小的能量胶，就麦盛那红的100千卡的，多带了一个普通的，什么都没有，只有糖的。我放在了差不多30公里之前，就上那个坡之前我给吃了。也就是说我23公里吃了一个23公里多吃了一个咖啡因的之后，然后过了大概6公里
我就又吃了一个普通的100千卡的。这样呢，我的最后一个能量胶放在了33公里多吃，还是一个一样的咖啡因的。所以这场比赛是赛前一个普通能量胶，8公里一个普通能量胶，15公里一个普通能量胶，23公里一个咖啡因能量胶，29公里一个普通能量胶小号，然后33公里一个咖啡因能量胶，一共是6个，其中有5个是在比赛过程中吃的。然后盐是这样，我带了2个小包装那个液体盐丸，液体电解质，带了3粒电解质的，就那种能嚼碎那种片，就是10公里一个，最后剩1粒没吃完，等于前2个都是液体的那个，最后2个是片剂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液体那包有点小，我怕不好撕，到后边累了以后不好撕，就放在前面吃了。这是赛道上的补给，赛道上给的吃的我什么都没吃。然后呢，水站是这样的，所有的饮料站除了40公里那一个我都进了，每一个饮料站都喝饮料。5公里、10公里和15公里都是只喝了1杯，那1杯其实你喝不了全部那1杯，它首先它就给你倒半杯，第二你拿的时候我们那速度拿肯定是有洒的，而且最后喝不完，喝不到根儿，因为你不可能这样，基本上就这么一口，然后就丢掉了。然后从20公里开始，20、25、30和没有35，对，20、25、30这3个饮料站都是我喝完1杯又拿了1杯，然后35公里那个是最后一个进站。这也是我去年就跟大家说的，如果您是一场有冲成绩目标的比赛，35公里之后就不要进站了，不管是37.5的普通水站还是40的饮料站都不要进了，这个弊大于利，因为你不差那一点，进站影响节奏，有可能你进了就可能出问题，就不要进了。35公里就喝了1个，然后就结束了，只有一个中间的站，大概是23公里，就是20到25之间的那个普通水站，我拿了1杯水，因为正好在那儿吃能量胶，吃完以后又洒手上了，然后就又拿了1杯水，而且还洒手套上了。这就是戴手套比赛的坏处，就是最后手套是湿的，因为你拿水什么的不可避免。而且最后吃了一个小亏，那2个电解质丸放在那种透明的塑料袋里，有手套特别不好拿，我是摘了手套拿的，2次都是摘了手套拿的，你又不好摘，因为手套湿了，大家有经验，这种就是这种弹性手套湿了特别不好摘，你要这样弄的话呢，手套就翻过去了，你又不好戴，所以就这样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给它咬，给它拿牙先吞出一点来，然后整体这样弄，然后吃完以后再戴，这个过程其实是有风险的，我当时想千万拿住，千万拿住，千万拿住，这你要掉了，你肯定就不可能捡了，一捡你就完蛋，那时候不可能停下来弯腰或者蹲下去捡的，绝对不能，是吧？这是赛道上的补给，所以顺着补给也说，比赛能不戴手套尽量不戴就好了。我也看有戴手套，他都戴那种便宜的手套，那种毛线手套织的那种，然后把那手指头尖都给绞了，就露着手指头尖，但是其实露手指头尖跟不戴差不多了，就手指头尖冷。不过那天其实不戴的话确实会有点冷，因为最后的风比较大。至于赛道呢，没有什么可说，大阪马拉松赛道其实挺好跑的，就那一个坡，比较难的反而是最后从35公里到40公里一路向北的那个逆风，那一段是有几个上下坡，然后呢整个都是逆风，再加上我这个成绩到那儿人很少了，基本上没有破风，也没法找人跟了，就只能自己顶，那一块是比较艰难的，其他的真的都还好。然后最后跟大家分享几个经验教训。首先是起跑之前，我穿了一次性的雨衣，就跟大家推荐，像这种气温肯定赛前要穿一次性雨衣，你脱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我这次出了个意外，我脱一次性雨衣的时候没有弄好，因为戴着手套没有手的感觉也不明显，再加上冷，再加上着急，导致呢我脱的时候捏住那号码牌了，然后一次性雨衣是脱下来了，然后这儿给弄豁了，这个别针豁了，我重新别了一下，但是那别针人家留好的洞，那个洞豁了，我直接就扎到那个布里，那个号码布里吧，幸亏号码布还算结实，这是个挺危险的事儿，是个经验。另外就是赛前去卫生间，
一定早去排队，这也是赛会处理的可能稍微有点不好，这个咱们最后再说。行，刚才咱们就是一个流水账的跟大家分享赛道上一些关键的点，我的一些心态啊、体感的一些变化、问题、经验，还有就是服装补给。服装这儿再补充一句，我觉得任何比赛只要不是极限天气，就不是大风或者是暴雨，竞速怎么穿就怎么穿。遇到大风暴雨，上身保暖，下身平常怎么穿就怎么穿。最后跟大家说说大阪马拉松，大阪马拉松才10几届，确实太年轻。赛道刚刚稳定下来，赛前和赛后还没有稳定下来。今年跟去年整个赛前赛后的逻辑还有场馆都是不一样的，去年是在室外，今年改到室内。然后室内的话就出了好多问题，存包的时候就特别的混乱，导致我还差点忘了东西，你根本就站不住，因为他没有划出一个更衣区，大家就席地而坐换衣服，然后呢，很多人拿着自己的包找地儿再换衣服，然后换好衣服拿着包在你身前身后去挤过去给存，所以那块巨混乱。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跑得快的还好，跑得慢的好多小伙伴说最后取包排队排1个多小时，排2个小时。所以我觉得组委会还需要再进步，再积累经验。这些东西只能是通过一遍一遍的试错才能弄明白。赛道上的服务补给各种我觉得没毛病，这场比赛做的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就是赛前跟赛后，还有就是赛前的卫生间。所以我觉得组委会在这一点上做的不够好，在这件事情上，其他的我觉得都挺好的。赛道还有没有优化空间呢？就我对大阪的了解，我看着地图想来想去，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优化的空间了。因为如果起终点都在大阪城的话，是不可避免要经历90米的爬升的。因为大阪城基本上是大阪地势最高的地方，你先经历了下坡，然后最后你总会还回来，就起终点在一起就是这样。只能说中间过程中避免其他那些爬升，这一点上反正我觉得做的还可以了。做的还可以了。行吧，不知不觉我这儿原始的数据已经录了1个多小时了。其实想说的话还有挺多的。我觉得赛道上不光是自己的复盘，我有时也会想赛道上碰到的人们，他们当时的状态。行吧，差不多就这么回事儿。一场比赛决定不了什么，一场比赛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也是下一个阶段的开始。有小伙伴问我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是什么，其实我没有什么目标。我觉得去年对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这场比赛的成绩，而是这一年我的训练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是频道的会员小伙伴们就看我的会员节目，我有提过，我觉得我的训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导致我对这一年的训练充满信心。我觉得我能更好的总结上一年的经验，在这一年能练出一个更不一样的我。好吧，感谢大家用了这么长时间看了一篇马拉松比赛的流水账式的复盘。我其实没打草稿，草稿都是在这几天在脑子里在想我要跟各位分享什么。我觉得我把想说的都说了，导致说的可能有点多的。谢谢大家能看到这儿。最后还是想说，从咱们这个频道创立第一期节目柏林马拉松，我跑了3小时45分多。到2019年频道还没什么人看，但是呢已经开始有一些观众的时候，我的纽约跑到了3小时02。到我记得我去无锡那一年还拍了赛前起点探路什么的，我跑到了2小时56。到现在有这么多小伙伴的陪伴着我，从我说我要240，我记得我说240的目标是在副中心之后定下的。那场比赛那个节目好多弹幕，大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我。从244陪着我这么多年，一直到了238，我相信我们还能再进一步，也希望屏幕前的各位能再进一步，也希望我们能一直这样走下去。我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是一个真正个体的自媒体，在镜头前，在各位的屏幕里跟各位聊天，聊聊跑步的事儿，聊聊生活的事儿。希望大家能和我一直走下去。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我们下回再见。